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7日晚间20点2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出现了一个新低，新低出现之后，日线级别新低出现之后，我们在周线级别发现了啊，目前周线级别已经完整的走出了一个悟空一线、八节一线、沙僧一线和最终呢本周正在完成的一个唐僧一线。唐僧一线最终完成之后，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期。我们知道啊，前面在道指这个运行过程当中，高点出现之后，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期，然后完成一轮周线反弹。那么本轮的下跌呢，是与这一轮的周线反弹相互对应的啊。那么同时呢，这轮下跌的唐僧一线呢，我认为会走的相对来说凶狠一些。那么在今天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我们是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连的反弹啊，在日线级别上它走出了一个反弹，这意味着美股在今天晚上会有一个高开，高开之后呢，我认为下行趋势还在，所以呢反弹仅是多头的一个苟延残喘，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更多的下跌还要在行情当中出现。那么随着美股外围市场，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连，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的反弹呢，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的上行动作。那么这轮上行动作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呢，我们看到这轮上行动作呢，它形成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上涨结构，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呢，目前正在走什么呢？正在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这轮反弹，我在昨天的行情提示当中已经给出了我提示的是在这个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个构成当中，已经到达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那么行情最终给了我们一个突破，并且这轮突破呢站上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有这样的一条均线，就是169日均线，目前正在和144日均线粘合，粘合之后呢，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突破。突破之后，2万美金关口站上之后，它有可能最终完成什么呢？最终完成4小时级别的上涨，到达什么呢？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100美金附近。而这轮反弹正与前面的第2轮的反弹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它有2轮反弹，在前面的行情当中第一轮反弹幅度44，第2轮反弹23，那么这轮反弹呢，我大概率给出了一个目标位是21000美金，所以呢，到达21000美金，如果观察到行情当中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的话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目前已经走出悟空阴线了如悟空阳线了如果上方能有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的话，大概率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到达21000美金的这样的画面这种上涨呢，是与前面到达23000美金的这轮上涨是相互平行的。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它同样是走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最终呢到达23000美金附近。那么这轮行情，我为什么说要到达21000呢？前面行情当中已经给出了这个目标点位是21000也就是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到达目标位21000之后然后再度下行。为什么说它21000呢？因为在它的下跌过程当中是从3万美金跌到17605的，然后它的第1轮反弹是44%，第2轮反弹呢23%它的反弹力度是逐级的减弱的，最终呢完成对3万美金到17605的完整回补我认为它会有3轮回补，那么目前来看正在走出的是第3轮。第3轮走出来之后，我们会在行情当中看到它的波谷位置处在18500美金附近目前走出了3次波谷。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反弹结束之后一定会要下跌的。为什么说一定会要下跌呢？目前处于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熊市当中目前是比特币第3次减产牛市后面的熊市的第1年当前时间点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前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红色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最终呢在32000美金附近发生跌破，跌破之后再就没有回到这个红色三角形之内然后当前的行情当中呢，主要是围绕5月份形成的波峰和这个17605低点形成的波谷构成的这个黄色的收敛三角形。
然后这里面有结构上的不断的震荡，我们看到了第一轮反弹结构下来，第二轮反弹结构下来，那么现在呢走的是第三轮的反弹结构啊。如果反弹结构结束啊，意味着行情依然要围绕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运行，所以呢第三轮反弹结束之后，行情还要重新回到19000美金，所以呢空单在这里面啊，目前已经布局啊，已经在底部震荡的过程当中布局空单的朋友们啊，现在暂时不需要着急，耐心等待反弹上来之后，我们在21000美金附近再度二次加仓啊。为什么还要加仓空单呢？因为这轮行情是熊市，刚才解释过了啊，从红色线跌到黄色线这里啊，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红色的三角形啊，跌到这个大的黄色的三角形这里之后，行情依然围绕这个大型的三角形运行啊。那么这个三角形呢，目前3次到达底边线18500附近。如果第4次到达呢，就完全符合了江恩的4次波谷定律啊。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呢，行情还有非常大的机会下行下来。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认为是在10到11月了啊，因为现在已经9月27日了，对吧？10到11月会有这样的跌破行情出现。那么有人问啊，我在我的书里面也写了啊，这个10月的行情是比特币月啊，每年的10月呢都是比特币月啊，比特月的行情往往会出现很大幅的上涨啊，包括了18年啊，它的最大涨幅是达到了28%左右啊。但是呢，目前是熊市啊，目前是熊市，一切的上涨啊都是围绕做空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空单应该有，并且随着反弹的进行，要逐渐补充这个空单啊，就相当于我们在多头行情当中不断在低点补充多单一样的事啊。我们在空头行情当中，随着反弹的进行啊，我们要补充这个空单，并且本轮行情呢，现在初步认定是什么时间级别反弹呢？我认为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目前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游，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位21000美金啊。目前从外围市场来看啊，比特币的反弹呢，主要原因它是因为今天美股外围市场美股道指的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啊，它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幅度啊，仅有1%啊，仅有1%。但是从道琼斯工业指数本身来看，不断创下新低，并且周线级别啊有走这个周线级别下跌细游，本周呢是悟空阴线啊，是这个唐僧阴线啊，这根线呢往往会很长啊，这个下跌呢往往会很大，所以呢行情当中啊还是要在反弹过程当中逐渐补充空单，空单才是我们最终的获利方向。那未来呢，我们认为比特币会跌到10500美金附近啊，这一点呢我在前面的解读当中多次给到了啊，原因就是每年行情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往往是在85%，所以呢我们目标点位是不变啊，10500附近啊，所以呢在这轮反弹第3轮反弹往往是非常弱势的情况下啊，仅有4小时级别的情况下啊，还是要在这里面耐心的去布局空单啊。行情在很多时候呢都会出现非常难熬的震荡啊，95%的时间都是在震荡，上涨和下跌的时间呢可能仅有5%，所以呢在这种震荡的行情当中啊，还是要耐住性子啊，控制好仓位啊，控制好仓位。在行情当中我多次提到啊，趋势位置还有仓位，只有这3个东西啊，你所要控制的，你能够控制的就是抓住趋势，把握位置，控制仓位啊，最终呢在趋势上获利往往是获利最大幅的。那么以太坊的行情啊，还是走得非常弱势啊。相对于比特币而言啊，目前在日线级别上走了一根阴线嘛。那么之前的行情当中，我给出了它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分别走出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走出来日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它仅仅做出了小日线级别反弹。那么上方它的压力位啊是在 0.069 附近，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呢，我们看到今天事实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上方啊，我们看到上方紧接着的压力位就在1480美金附近啊，这个压力位呢是逐渐降低的
这个压力位的由来呢，是由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480美金附近构成的一个压力位。那上方呢还有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144日均线呢大概是在1550。那目前呢，虽然行情是处在一个支撑位的上行，我们看到了这个支撑位呢，指的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弧形的支撑位弧形顶形成了一个支撑位。那之前的行情当中，它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那么在当前的反弹行情当中呢，它依照于1300美金以横带跌走过了1300美金，然后这里面形成了支撑反弹上来。但是后面行情如果遇阻于1480美金，我认为行情很快还会下来。因为你们看到了什么呢？日线级别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修，但是周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悟空阴线，然后悟空标志性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行情走到这里走了一个沙僧阴线，然后反弹上来，沙僧还没有被杀死，我们认为这里面是一个干扰性的周线级别的 K 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我认为它会有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出现，最终呢走周线级别的什么呢？唐僧阴线到达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位这轮行情最终的目标位1100美金，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看到美股已经走到了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那么以太坊这个位置上在这里震荡之后走唐僧阴线的概率非常大为什么目前会有一定的反弹呢？一个是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它以横带跌在这个1300美金附近遇到了一定的支撑。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是什么呢？周线级别的沙僧位就是悟空8阶阴线组沙僧位，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些反复呢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还看到了比特币的反弹的空间它是不大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目前走在一个压力位这里0.069这个压力位这里，并且呢以太坊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以太坊对比特币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一根悟空阴线，它下方还有很大的空间呢。如果这里面下来的话，会与前面的行情相互平行会与这个焦点位的周线级别下跌相互平行。所以呢以太坊我们更加需要缓慢布局因为目前以太坊是领跌的，比特币才是领涨的。当前时间点我们在主流币行情上，这个比特币涨幅是最大的，涨的是最凶的它的上涨呢是依托于这轮的这个红色线和黄色线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三角形，最终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4小时级别上涨它是领涨的，以太坊是领跌的。所以呢在以太坊反弹过程当中特别是触碰压力线这个位置上1480美金附近，刚才已经给出了是要再次布局的说一下这个 LUNC 也就是 Luna C 在这里面呢，我们观察到了它昨天的上涨非常巨大最大的涨幅达到了80%以上那么在昨天晚间7点的时候我给出了 VIP 群当中一个提示晚间7点，也就是19点，北京时间19点给出提示，行情已经涨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原因就是我们打开4小时级别线4小时级别线144均线和169均线非常接近，然后它在快速拉升80%之后，直接在19点到20点这个时间点顶到了 0.00032 这个位置我当时提示这个位置不是追多的时候，如果你想追多的话，你要把这个位置放在 0.00026 附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69均线144均线是两条神奇均线，非常神奇，特别是小时线的4小时线的日线的到达这个压力位，如果不能站上的话，回落的可能性非常大。特别是昨天它已经下跌了上涨了80%以上的这个时间再往上突进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昨天我看了一些它的这个利好主要是把币安平台把它的现货购买的手续费
合约购买的手续费啊，它的手续费都是由 Luna C 构成的啊，这些手续费呢全都要打到 Luna C 的黑洞地址上去销毁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表啊，总量是6.9万亿啊，最终呢剩余1万亿。那销毁的5.9万亿呢，我计算了一下当前的销毁速率，它需要95年。虽然是很大的一个利好，但是销毁需要1个世纪啊，朋友们。所以呢，目前来看要理性对待它啊。怎么理性对待它呢？首先，它是一个突然形成的小日线级别上涨犀牛啊。我们看啊，小日线突然走出一个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最终走出了一个唐僧阳线。这一组上升犀牛完成之后，快速领涨啊，快速领涨于整个数字货币市场，所有的人都目光汇聚于它，大量散户去冲击啊这个市场。那么主力庄家在拉盘之后肯定要派发的，所以呢，我们观察它的这个结构啊，小日线级别上涨犀牛发动的时间非常精准，我们画出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画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它的拉升动作呢，就是在这个焦点位附近啊，焦点位这个阻力呢是最弱的，直接拉升之后，然后做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的派发啊，15分钟级别的派发，那么我们就要等到它回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位附近，你才可以做多头啊。为什么还是要做多头呢？啊，因为我们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律在这个行情里面啊，就是在之前的上涨过程当中，它的每一轮上涨呢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的上涨啊，所以呢在支撑位附近 0.026 这个位置上还有机会啊，它还有机会做什么呢？还有机会做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犀牛。如果想低接的话，一定要在支撑位这个位置附近去接啊，也就是说它完成了小时线级别上涨之后，如果能够看图啊，如果能够发生15分钟级别的回落啊，支撑位就在 0.026 附近。然后我们对什么有预期呢？我们对4小时级别的上涨有预期。那么我们现在观察的一个时间点呢，就是4小时级别。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它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啊。如果 0.026 我们能接到，并且不跌破 0.00025 的话啊，我们刚才少说了几个零啊，这个无所谓啊，你知道26、25就可以了啊。接到，然后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预期的话啊，那我们就将能看到 0.006 附近的 Luna C 啊，最终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啊，也就是说它在行情当中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啊，而且压力位也非常好找啊，所以呢，回落到这个我们可以布局的位置之后，还是可以做一些它的文章的啊，可以做一些它的文章的啊，并且 0.0626 啊 0.00026 啊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来说安全的。首先呢，它有一个筹码上的支撑，第二点呢，它是15分钟下跌犀牛的一个目标位啊，一个目标位，在这里进场的话，行情还非常容易出现反弹啊，非常容易出现反弹。所以呢，我昨天晚间19点啊，大家可以在我的 Telegram 群里面看这个聊天记录啊，就能够看到啊，我给的提示啊，它要回落了。当然了，当时很多人都非常 FOMO 啊，脑子一热就想干进去，可以啊，多头行情来了，选择进场没毛病啊，但是呢，你要有一个仓位的控制多了不多说了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